真的有人就对了。我想说凌晨直播还有人，哇，大家是不是都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对不对？我就知道大家睡不着觉，我也是哎。好啦，我跟大家分享，趁现在还没有很多人来之前，先不用太担心。我先讲一次啊，刚刚我在晚上的时候，我不但没有害怕，我还加码了，我买进了什么？真的不要太担心，因为呢，我们先看一下刚刚美股为什么大跌，因为大家都想知道美股为什么大跌吧。好，我们一个一个看看，大家还有什么其他问题？等一下再一起讲好了。哎，你好啊，Brand，大家都睡不着觉吗？现在有几个人？大家是不是想都知道说美股政府停摆？对，就是政府停摆，就是政府停摆啊！政府停摆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刚刚最新的新闻，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消费者信心指数啊，没有？美国密西根大学最新的调查，11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3年半的新低。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政府打击经济，关门有没有？政府关门啊，打击经济展望，再加上物价压力，大家想想看，政府关门，物价压力就是物价上涨，是谁害的啦？是小人害的呀，是小人害的。我这样讲有没有比较准？是小人害的。我告诉你啊，通通都是川普害的啦，还有谁？那大家想想看，你看很多人都很担心啊。大家想想看，你有没有觉得最近川普的声音有点少了？好像没有那么多声音了。大家有没有感觉？问一下大家，大家有没有感觉？最近川普的声音，对啊，胃不好。最近川普的声音变少了。你会发现哦，从川习会过后，大家觉得川习会是谁赢了？我认为根本就是中国赢了，真的。你会发现川习会当天，为什么川普啊特别讲说美国要重启核试？不是核试哦，是核武的测试，核试爆。为什么？他就是要转移话题啊。你会发现他在这几个月不东不西，不东不西，最后什么结果？没结果，是不是没结果？因为你看嘛，他对中国加征了从35%关税一路加到100多%关税，结果最后呢，中国有屈服吗？没有，你加几趴，中国赔你到几趴，对不对？没有错吧？那你看到最后谁先受不了了？对你有感觉吧？艾鲁咪，川普他的话变少了，最后你看一下，最后是什么状况？回到原点，因为中国跟你硬下去，美国发现第一个，中国有稀土，神圣不可侵犯嘛，对不对？因为什么科技产品几乎都是要用到稀土，上到军工，下到手机，什么不用稀土啊？你说，所以通通都要稀土啊！你美国双11，双十一对，现在就是双11特价。好，我们先讲完好不好？现在什么都要稀土，那既然什么都要稀土的话，大家想想看，那个川普现在对中国这么，之前对中国那么硬，结果缺了稀土，他们经济什么都不行了，什么都不行了，只有放手，放手之后，中国的关税退回到那个4月1号对等、4月2号对等关税之前的状态，那只是多加了芬太尼的10%，那不就是回到原点吗？你看他这几个月来布来布去，布了什么？没有回到原点，那只有逼我们一些比较小的国家啊，对不对？什么日本啊、韩国啊、台湾啊，逼我们做一些退让。那说真的，日本说5500亿买了什么？大家知道吗？买了什么？什么都不知道，买了什么都不知道。停损真的不该停损呐、好，买了什么都不知道，也就是说，川普这样搞来搞去，根本就搞不出什么。然后他现在国内的民调也变低了，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前几天地方首长选举，对吧？共和党大败，你说为什么会大败？绝对就是因为川普的施政不得民心了。他现在也承认了，对不对？关税是有造成，就是有克到美国人民的税，物价是有变高一些。那美国的大法官哦，连保守派的大法官都认为川普的对等关税是不合法，因为对等关税
它呢应该不要说对等关税，因为关税呢它是国会的权利，并不是总统权利。川普在滥用总统职责，对吧？好，所以呢，政府的关门通通都是川普。你看一下，川普现在民调越来越低。要是你是总统，他是总统，大家想想看，他会怎么样？他该退让了，政府该开门了，该要重启了。所以我根本就预期，在未来7天之内，美国政府一定会重启。好，美国政府重启的话，那这不就是利多吗？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既然是利多带动的话，我觉得大家真的不用太担心。您看一下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对最大崩盘的原因是什么？来这边划重点，政府关门。政府关门，既然我认为在7天之内政府会重启，那当然是利多啊，不用担心，因为下跌的原因没有了嘛。大家想看，我们为什么要去找下跌的原因？我们要找下跌的原因，要了解这个原因之后，要知道它到底未来会不会被消除。那现在政府关门这个原因造成消费者的物价指数、信心指数往下跌，那川普的民调也下滑了。那你说川普会不退让吗？我认为最后他一定会退让的。7天之内，政府应该就是会重启开门。好，这就是今天大跌的原因嘛。那今天大跌之后呢，我们来先看一下股价指数的部分。来这边嘛，我们可以看一下，先看道琼嘛，道琼跌，持续性的往下跌。再来呢，还有什么？标普500跌，好不好？跌惨了，持续往下跌，好可怜啊。再来呢，纳斯达克指数是最惨的，最近科技类股表现最差，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道琼股价指数跌幅，其实说真的还好。我们把时间拉长的话，它有没有跌破前低？它其实跟前低差不多。如果你从技术面来观察，我们看一下技术面，前低是不是在这边小小跌破一下下，小小跌破一下下？但是科技类股，我们可以看到科技类股的代表是纳斯达克。扎扎实实的、完完全全的跌破，而且还有很多的剩，但是我觉得这短线都是超跌了。好，纳斯达克跌的比较凶，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最近的下跌主要都是科技类股，所以你会发现最近跌下来，很多人就在唱衰 AI 股啊，什么 AI 泡沫啊，讲了很多。但是说真的，我认为 AI 看起来还是持续有获利。你说要泡沫是一些小公司啦。再来呢，所以呢 ，AI 股持续性的往下跌的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科技类股，苹果没跌嘛，很多跟 AI 有关的，你看亚马逊在跌了，持续性的往下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还稳稳的守在缺口之上。那既然亚马逊呢守在应该没有守在缺口之上，在这个缺口还没有被填补，所以正常来讲，这还不是一个空头格局。好了，那再看到跌的比较惨的 Meta 嘛，Meta 跌最惨了。明明财报很好，那股市场莫名其妙说它什么评比不好，什么未来怎样前景展望有问题，所以呢大跌之后持续性的往下跌，但是我觉得这跌幅也过大了。再来呢，Google 你会发现它还是稳稳的站在前高之上，所以我觉得 Google 表现真的还是蛮强的。你看这个缺口，这边有一个缺口，并没有扎实的跌破。没有扎实的跌破，就代表说高档还是有撑的。那 AI 股呢，还是涨跌互见的。那辉达呢？辉达虽然说今天是再创新低，但是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它收了下影线？它明天要台积电运动会嘛，收下影线。我认为明天也许黄仁勋在台湾讲了什么好话，那又会拉抬股价指数上涨。好，再来的部分，我们看到英伟达就是辉达跌的比较凶。微软最近我觉得也是乱跌，明明财报也是很好，就跟那个 Meta 一样，就持续性的往下跌。但是我觉得短线这样的跌幅已经够大了，过大了。再来特斯拉，特斯拉反而没什么跌。特斯拉最新的就是马斯克的薪酬方案，一兆都过关了。那一兆过关不是说他马上拿到，他要达到目标。所以你看，马斯克继续留在特斯拉的话，说真的，特斯拉还是值得大家留意的。那有些人问我说：“老师，你的美股部位有没有改变？”我告诉大家，特斯拉我昨天出掉了，我昨天出在这边。那为什么我昨天出在这边？因为我不想赌啊。因为昨天不是有那个特斯拉，他那个就是马斯克的薪酬方案要就是通过去那个董事会审核。
那我很担心，我也不知道美国的状况，那我会担心说，万一马斯克真的被赶出特斯拉，因为我觉得这几率也是低，但是我不想冒险，所以我昨天先把特斯拉给出掉了。特斯拉我在这边出掉，那今天是下跌，那我认为今天下跌，我觉得特斯拉的部分它最近来讲，它持续在这边附近震荡。那股价效益不好，所以我在高档呢，我就暂时不想把它买回来。但是它如果有比较明显的下跌的话，我还是会买回来的。再来，刚刚我其实有买 ETF，等一下我再跟大家分享我刚刚买了什么。因为我出了特斯拉嘛，N 字谱我没有。美光大家可以看到，最近台湾最强的是什么？记忆体。记忆体相关的股票的话，走势非常强。所以你看美光的部分呢，到今天为止，其实美股是持续性的破底。就算美光跌了4.17%，但是整体来讲，它还是维持在高档震荡，没有太大的改变。所以我觉得美光的部分、记忆体的部分，可能下个礼拜还是主流，大家不要太担心。再来联电，哇，联电没有持续破底嘛？联电是台湾主要的全指股之一。既然联电没有破底的话，大家也不要太担心了啦。日月光也是维持在高档震荡。那我觉得日月光跟联电都表现的还行的话，我觉得台股不像是要崩盘的样子。那只是呢，最近这美超微它本来基本面就比较投机一点点，所以它是持续性的往下跌。奈飞 Netflix 维持在低档震荡。来 on 是往下跌的。Intel 没有跌，所以你会发现美股并不是全面性的崩盘、全面性的大跌。台积电下跌，台积电 ADR 下跌之后有收了下影线，好不好？那我们看到最新的台子期的盘后的部分，台子期盘后呢，刚刚哇很惨烈啊，刚刚一度是跌破了27,200点，那现在在27,200点呢，又慢慢弹升了。你有没有看到？如果说大家想看的话，一分 K， 那一分 K 线图，我给大家看一下。哇，刚刚是很精彩的。刚刚有没有看到大跌，持续性的往下跌？现在有出现一些的反弹，但是呢，我觉得跌的也差不多了。我觉得晚上不会再跌了，因为跌幅真的是有点太超过了，跌幅有点太大。在我为什么觉得晚上不会再跌了？当然不是只是看技术面啊，我说过了，你要投资股票的话，股票最重要是什么？股市为什么会在上涨？股市为什么会上涨？最重要的就是有钱嘛，有钱股票才会涨。那市场有没有钱？市场缺不缺钱？如果市场缺钱的话，就有可能走大空。走大空的话，我告诉大家，该撤赶快撤一撤。但是我不这么认为，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市场还有钱。为什么？我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一下哦，那个美股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雅股、美股、欧股是不是持续往下跌？美股刚可以是持续往下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黄金价格，你看一下黄金价格在这边是不是上涨？油金布伦特原油没有涨嘛？黄金价格是上涨的，白银价格刚刚也是上涨的，加密货币是持续性的上涨。有没有看到？加密货币不管你什么币，比特币啊，比特币在这边。比特币在这边是不是上涨？然后呢，以太币也是上涨，BNB 也是上涨，虚拟货币通通都上涨。然后呢，黄金也上涨，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市场不缺资金，只是现在市场把资金又从美股，不要说美股，从股市的部分又挪到了什么虚拟货币啊？然后呢，黄金啊，因为大家很担心风险，就跑去买了黄金。那再来呢？虚拟货币短线的跌太多了，大家都知道，马吉哥哥是不是跌那个一下赚赔几亿？哇，我真的觉得他也是心脏有够大。要是我的话，可能没办法睡，对不对？好，那所以呢，你会发现现在资金又跑去买加密货币，又跑去买了黄金，还有买什么？你会发现债券也都有在涨一些。来，债券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TLT 是不是在涨？对不对 ？TLT 是收红的，代表说美债在上涨。那美债在上涨，又代表另外一层什么意义？美国降息循环没有改变啊！美国降息循环没有改变。大家如果有兴趣再去看一下原油价格的话，布伦特的原油价格的话是维持低档的，那也就是说通膨是受到控制的。
原油是在低档，通膨受到控制。那12月的部分，因为现在看起来经济是受到影响的，12月份降息的几率应该是会提高。我认为现在降息的几率应该会超过70%以上。好，所以既然会降息，现在市场上还有资金，刚刚跟大家解释过了嘛，因为资金跑去买债券了，买比特币了，买黄金了，那暂时不想买股票。那我认为资金迟早最后还是会流到股票，为什么？因为你要买房子嘛，房子不好买，要比较多钱嘛，对不对？那最后流来流去，那个比特币啊、黄金啊涨高了，最后资金还是会流回来股市的。那既然会流回股市的话，那当然今天的跌或者是下星期的跌，我们要先占买方，好不好？那就算你心里很悲观，好了，我们就用一个很悲观的心态去想。那如果你很悲观，你觉得股市真的要崩盘了，真的会持续往下跌了，我就问大家，现在在这个位置，你应该要做空吗？你应该已经在这边跌幅已经超过1000点的时候，你去进场做空吗？啊，你刚丢，啊，你刚丢，唔丢吧，对不对？所以呢，就算你心情再怎么悲观，一定要先坚持住。坚持住之后呢，等到这一波的反弹你要卖，你再来卖嘛，对不对？我这样讲没错嘛。我说现在是震荡盘，绝对不是崩盘盘，不是空头盘啊。最多最多，因为盘势只有3种，好不好？要么就是上涨，要么就震荡，要么就下跌。我认为不是下跌，那不是下跌的话，就是震荡跟上涨。那现在又不是上涨，那就是区间盘嘛。那区间盘的话，它一定会上上下下，上上下下。既然会上上下下，你要出在最低点吗？那最低点的时候，假设你在这边加码一下，好不好？好，假设我们不是说我们有买0063，也有就是台湾50正2嘛，我买在高点一些部位，我这边大跌的时候，我买在这边部位一些些。我今天又跟大家讲，我今天在这边买，那星期一一定会开在这边吗？不见得啊，说明晚上拉起来，星期一是开在这边，我星期一再买，是不是成本也差不多？那我不是跟大家讲说要分批买嘛，区间震荡留下来底部呢，我们就慢慢买，弹起来，如果真的弹不上去，比如说在28000点附近，其实28000点应该是一个整数关卡的压力区，28000点如果迟迟上不去，先跑一趟，先跑一趟，等它回跌再买，涨起来再跑一趟。区间震荡就是这样操作，等待什么？等待大多头的来临。什么大多头？像这一波，哇，这一波多么的美丽啊！这一波你看，我们这一波来临的时候，我们一次就可以台指期都可以赚超过20000点，对吧？好，所以呢，这边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我已经讲完了。我要讲的是，就算你现在很悲观，你现在也不是该卖股票的时候。我刚刚跟大家分享了，我刚刚有进场买美股，了解意思吗？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讲美股，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我们先看一下好不好？大家有什么问题？联发科有种扶不起阿斗的感觉，没办法，散户比较多啊。星期一台积电有跌，当然可以加码啊。台币持续的贬值，外资是不是在撤资？台币贬值，外资是有撤出一些，但是你看到现在贬值，后续不会升回来吗？也是蛮有可能的。你看 NVIDIA 都会反弹的，你今天去看骨科医生说你不能再跑步了，你跟我一样有退化性关节炎吗？是不是？你还年轻吧？被动元件不要砍啊！我刚刚才讲完，你看我刚刚才讲完了，你又悲观了，怎么会这样啊？我刚刚在讲，就算你再怎么悲观，再怎么环球金也一样，你再怎么悲观，你要怎么操作？都已经这么低了，先等反弹，反弹无力，你再来换股操作，这样才是最好的方法。我刚刚期货买在27800点，我刚刚已经讲过很清楚了，对不对？现在应该是卖的时候吗？绝对不是。PCB 比较相对危险一点。最近来讲，市场上最夯的还是记忆体相关的类股族群。接下来11月12号法说会，我告诉你啊，法说会通常不会讲坏消息，绝对是讲好消息。讲好消息的话，
那当然呢，就是看利多会不会持续性向上涨。那会不会持续性向上涨的话，就看什么市场气氛现在好不好。但是我觉得这一波下杀应该把很多的美国散户都吓出场了。把美国很多的散户吓出场之后，我觉得筹码是越来越干净的，那反而有利于下一波的上涨，了解意思吗？所以我觉得鸿海呢，我每天节目都在讲，每天节目给大家信心、信心、信心，可是大家还是没信心，对不对？PCB 跟机体，其实 PCB 已经先涨完一个族群了，一个涨完一个很大的波段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PCB 相关的股票，包含1815富桥，你看1815这一波来讲，如果你单纯从技术面去看的话，你会觉得其实这也蛮吸引我的。我要坦白跟大家分享，这个线型是很吸引我，很想进场的，但是我没有进场，为什么？第一个，你看一下它线型，就一直打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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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底了？一个底，两个底。3个底，4个底，4个底都跌不下去了，这还不吸引我买？然后呢，这边又涨上去，这涨上去，你知道这一根我是多么想追，但是我忍住了，我忍住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旧主流，旧主流我会比较担心说它已经涨了很大一个波段，后续其实筹码比较乱，就涨不上去，就好像之前的机器人一样，机器人是不是很久没涨了？很久没涨，它可能还要筹码整理很久很久，对吧？所以你看一下富桥的部分呢，我会担心它涨不上去，就好像最近的 CPO， 大家还有人在说你要做 CPO 的类股吗？很少了吧？比如说像华星光，是不是？华星光、波若威之类的，华星光、波若威之类的，是不是没有人做？因为已经不好做了嘛。你看是不是高档震荡整理？你看一下华星光好不好做？它就是在这边整理，你要怎么做啊？一直整理，他们有一个大多头这样的走势，它就是在这边这个区间里头，再画一次，这个区间里头整理呀、整理呀，你要怎么做啊？你要怎么做啊？上下来回做啊，万一你做了以后它杀下去怎么办？很恐怖吧，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什么？比如说像波若威嘛，波若威是不是看起来也就是持续的震荡，上上下下，上上下下持续的震荡。这边你看一下，本来你觉得要喷出了，喷出之后震荡，你受不了它涨起来，涨起来之后你觉得它应该要挑战新高了，怎么样都跌不下去，结果它要给你跌下去，是不是难做了？最近的 CPO 类股族群是不是很难做的？之前什么波若威啊、华星光啊、联军啊，这些都非常的强势。你看一下波若威之前，哇，多么的美丽啊，对不对？现在是不是很难做？从底部一路135涨到255，去年更扯，去年从67涨到多少啊？150。那现在还有谁在做？还有谁在做 CPO？这就是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的观念。类股会持续的轮动上涨，对吧？那类股轮动上涨的话，你要做就是做最新的主流，那旧的主流就尽量不要碰。那对我而言呢，PCB 就是旧主流，所以我很忍住，我很忍耐，我都没有去碰它。所以富桥的部分，你看一下，富桥是不是高档震荡，好像都涨不太上去？那你再观察一下1802的台波，董梁卖股。不是说不卖了，不卖就是好消息，就很多人在带会员进场买这一档。你看一下，他就在那边震啊震啊震啊震，都震不上去了。就主流我就不太想做了。然后还有哪一些？台波、富桥、金居看一下好不好？金居的部分来也是一样，横盘整理，几乎来讲是涨不太上去了，不太好操作了。这样大家了解我的意思了吧？好不好？好，塑化类股从来没有涨过吧？金像店，你看一下金像店，就像我刚刚讲的，有没有？金像店，它呢是不是也是 PCB？然后呢，看起来是稍微难做一点点。这一根，哇，这一根也是吸引好多人想进场。这一根，这一根很多人想进场之后呢，大家有没有看到涨一点点？你这一根涨停又追不到，很多人会追到这一根，追到这一根之后呢，你看持续性的往下跌，现在都小套。所以 PCB 相关的类股族群看起来也不太好做的，看那2383就知道了。台光电涨了一波之后，你看
在前高1500块，你以为它要创高了，结果涨不上去，所以我觉得台光电、台耀、联茂可能都要小心留意。如果它在高点，比如说在前高，台光电嘛，比如说这边台光电是不是前高？前高的部分它突破之后，没有马上就是持续性的一路向上涨，就是我讲的突破这边之后，没有一路性的向上狂飙，我会建议像这种现行的股票，大家可以先站在卖方，因为代表说它已经变成区间震荡，不太好做了，好不好？既然不太好做，就不要跟它硬拼了，再去找其他股票嘛，好不好？最近比较好做的就记忆体，你看记忆体好像只要跟记忆体有沾上边的，几乎都会涨，但是我觉得。长期来看，你把那个主流类股，像热门的一轮一轮的主流类股扣掉的话，AI 还是长线的主流，所以我才会每天跟大家分享，比如说2317的鸿海，对不对？它还是维持高档嘛，对不对？然后2382的广达，虽然说最近是比较震荡，但是我觉得长线来看，AI 绝对都是主角。6669的微影公布最新的 EPS，获利能力非常的强，好像赚80几块吧。那我们有那个 YT 留言，有人在回答，哦，就是跟我讲说，老师，你的最爱微影，它的那个 EPS 公布了，好像赚80几块，80几块我们可以看一下好了，微影，对不对？微影 EPS，哇，82.9，再创新高哎，有够强的，第三季亮眼了，3季加起来这样赚多少？有200块了。好恐怖哦！今年要挑战快300块的 EPS，台湾有几家这种公司啊？有够强的，好不好？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关掉了，不小心关掉了，我再开一次了。所以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说，其实现在跌，大家不要太担心啦，好不好？因为我觉得PCB 也是一样嘛，PCB 相关的类股族群都是一样的，好不好？就是说，如果涨不太上去，要小心啊！谢谢啊，我身体其实是胃肠不太好啦，胃肠不太好才去照个胃肠镜啊。结果呢，医生硬是很认真，我觉得去照那种肠镜啊，医生都会非常认真帮你看有没有什么息肉啊，有息肉给你割一下，然后呢，他就可以就是多收一点钱。好啦，我乱讲的啦，医生也是很专业的啦，好不好？原相已经不是主流很久了，好不好？我们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利基有没有机会？原相真的跌一大段了，好不好？那原相我觉得短线来讲，真的有点难了，好不好？原相，但是我觉得既然都跌到这个位阶的话，台股在跌，它都没在跌。我刚刚讲过，你如果说没有更好的标的的话，我建议也是续报会比较好。因为呢，你会发现大盘现在持续性的往下跌，原相跌你也不能怪它啊，对不对？原相在跌也不能怪它，毕竟现在每天都有几千家不要几千家，1000多家很多了，好吧？现在每天都那么多家股票在跌，那当然了，难免受到影响。好，我们再看一下现在的最新的台指期的部分，还有在跌吗？台指期的部分，哇，拉很多回来了，有没有看到？拉很多回来了，不用担心了，可以睡觉了吧？我可以去睡觉了吗？没有再跌了，我可以去睡觉了吗？好啦，再陪大家一下啦，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昨天的操作。昨天有人问我说：“老师，你的美股部位还在吗？”我再跟大家分享一次，我昨天把我的特斯拉卖掉了。我昨天的特斯拉出在这边，特斯拉我出在这边，好不好？出在这边，今天继续往下跌。我觉得不能所有的老师卖掉股票之后，就非常希望它就是要跌。我觉得不需要这样，卖飞又怎么样？卖飞又怎么样？我就是赚钱。那卖飞呢？如果你手上还有，我也祝福你。我觉得人生要永远保持乐观，因为我赚我该赚的那一段了，就好像之前的日月光一样，就算我卖飞了，好不好？我卖飞，我卖完之后隔天还有涨停，那可是再看一下3711后续有持续性的向上涨吗？没有。我们卖掉之后有没有看到啊？我们卖在哪里？我卖在这边之后，这一根涨停我卖飞了，但是你看
你如果这2天没出掉，这几天又往下跌，你跟我的价位不是也差不多吗？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是，就算我卖飞日月光，它还是会继续向上涨。你手上有日月光，我也祝福你，好不好？我不要说哦，我卖掉了。很多老师就是卖掉之后就希望它就是怎么样，就是要一直往下跌。我卖掉了，它就在往下跌。我卖掉，我有赚钱。如果你卖掉，你也赚钱，大家都赚钱，不是很开心吗？所以我我是昨天的节目还是前天的节目，我才跟大家分享，我不喜欢做空啊。其实，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天是要走大空头，我逼不得已，我也会做空，但是我不喜欢，我非常不喜欢，因为其实我觉得做空的人很少。很少人做空，而且做空其实股市长期来看，只有2成的时间，2成的时间，最多1成到2成的时间是走真正的空头，大部分的时间不是盘整就是走多。那你为什么要去赚那1成到2成的时间，而错失那7成赚钱的多头走势呢？对不对？而且大部分的人都赚钱，你赚钱，我赚钱，大家一起花钱，大家一起赚钱，人生不是很开心？你出去旅游的时候，看到每一个人都是很开心的，你这样人生才有意义啊，好不好？所以我也不会去唱衰，我就算卖飞，我也不会去唱衰，好不好？这就是我的原则啦。我觉得人生还是要正面的。好，那我每次讲一讲，我都会讲到我忘记讲哪里啊，所以要先让我讲完了，好不好？所以特斯拉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特斯拉。我昨天卖掉之后，它继续往下跌，我不要臭屁。但是呢，我说我卖掉有赚钱，我资金是回来的，因为它为什么我卖掉？因为它已经在相对的高档，好多天都涨不上去。那我卖掉最主要原因还有就是因为昨天有董事会要开马斯克的薪酬案，那其实我心中是有点小小担心，说马斯克会不会因为薪酬案不过而离开特斯拉？大家想想看。马斯克离开了特斯拉，特斯拉还剩下什么 ？Nothing，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对吧？好不好？所以呢，我昨天是比较担心马斯克离开了。那既然马斯克不会离开的话，也许这几天在这边附近跌不太下去，我还是会买回来特斯拉的，因为我还是看好未来特斯拉它的自动驾驶跟机器人这一块。那其实说到机器人，其实中国的机器人真的蛮强。最近不是有一个什么机器人？小鹏出的吗？哇，很像真人，真人到人家觉得好像是人去装机器人套一个皮套，结果他们还现场把那个机器人的脚给那个脚皮给割下给大家看，就是真的机器人在走。所以中国的 AI 机器人这一块真的不可以小看，毕竟他们人太多了。好吧，人多就是有市场，人多就是有人才，有人才就做出很多很奇怪的东西。这就好像最近我看那个台湾的流行乐团，好像唱歌都是唱一些什么派拉梅拉那歌，跟韩国的歌比起来，那个 MV 那个质感，那个跳舞真的有点差太多了。难怪我女儿都喜欢韩系韩团，所以我也要做韩系。哦，不要扯远了。好，所以呢，我昨天卖掉特斯拉是因为它股价已经在相对的高点了，然后所以我卖掉资金回来了。因为我今天是临时直播的，因为我知道大家会很担心，所以我想说我就先直播。我明天的周末抢先报，再跟大家秀我昨天卖掉了应该是前天卖掉的特斯拉。我除了出特斯拉之外，昨天我还出掉了亚马逊，我出在这边。亚马逊呢，虽然说看起来没有出在最高，但是我觉得也是相对高，没有关系，我不后悔，好不好？那我就是资金先回来。我资金先回来的话，我出掉了那个亚马逊之后，我还出掉了 Google。其实我出掉 Google 是我觉得我比较有可能会卖飞的一档，但是我告诉我自己，股票就是有进有出，就算我卖飞了没关系，我资金回来了一些，我可以规避一些风险，扎扎实实的资金先入我口袋，然后呢，结果呢？今天大跌，我昨天回来的资金，我又一半跑去买什么，你知道吗？我又一半先跑去买了 SSO， 就在刚刚开直播之前，我先去买了 SSO， 就是标普500的2倍 ETF， 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就是这一档。
所以你看一下我刚刚买进的1分钟，我们用1分钟去看的话，来，我刚刚在直播之前，直播是不是1点多啊？1点多直播，12点50，现在2点多，哇，这么久了。好了，你看一下我买进之后是不是一直向上涨？对，我刚刚跌下来，本来想买在19，我是想在这边买的109.8，但是我发现我挂价之后，它就一路向上涨，所以我110赶快挂，应该有成交啦，应该有成交啦，不要等一下我直播下节目的时候没成交，我也很不准，那有没有关系？没关系嘛，股市永远都有机会，好不好？不要太介意，不要太在意短线的涨跌。我认为最终，我刚刚才讲过了，股市有70%的时间都是做多，或应该说有70%的时间不是走多就是震荡。你何必担心短线跌成这样？是有什么银行倒闭了吗？没有，没有。还是有什么公司获利不佳？没有，相反的 ，AI 股获利都蛮佳的结果呢？因为市场信心不足，导致股价往下跌。伟创跌了不讲了吗？跌了，我现在不是在讲跌了吗？对不对？联发科也讲了，对不对？这次跌前点我不是也讲了，现在在下跌我也讲了，对不对？好不好？跌的也都有讲了，不需要这样，好不好？老师要唱歌，唱什么？是不是这样的夜晚，大家才真正的想起我？对不对？该睡觉了，好不好？大家继续正面，好不好？我觉得现在也晚了，现在是2点20分了。那智邦的部分，网通，我跟你讲，智邦真的是好公司啊，不要担心，好不好？智邦好公司，只是呢，你去看它长线的走势，它就是震荡，慢慢走高。如果它短线状况不好的话，就怎样？就给它摆长线嘛，拼下去了，对不对？如果杨过先生，如果还有明天，太悲观了，好像明天就是世界末日，好不好？没有，不会，好不好？你不要再说崩盘了。刚刚我已经帮大家在看了，我不是一直看这个图吗？你看从底部有没有涨起来？刚刚在跌最深，是不是在这边？在这边？我看不清楚，我用黄色的画。跌最深是不是在这边？是不是有拉起来了？我觉得这样子的状况的话，应该就跌的差不多。现在也2点20了吧？2点20了吧？在5、6点就收盘了。你要再这样下去，不太可能啊，对不对？因为其实我刚刚讲今天下跌的原因是什么？刚刚都讲过咯，对不对？美国的那个什么消费者信心指数崩盘，对，消费者信心指数崩盘是为什么？为什么？我刚刚讲过了嘛，就是因为政府关门，导致经济出现了状况，而且美国好可怜啊，现在飞机可能都正常起降都有问题了，对不对？好不好？那所以我觉得7天之内，川普我刚刚讲过了，如果没有听到的人再听一次，川普他一定会 tackle。7天之内，美国政府应该会重启。美国政府重启，那这个美国政府那个关门延宕打击经济展望，这个原因不就消失了吗？就好像我在香港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对不对？我在香港跟大家讲什么？关税不用担心，川普他会 tackle，他每次讲话都变来变去，现在都没声啦。他跟我一样感冒没声音了。对不对？之前意气风发，每天那个关税，这个关税，结果现在呢？现在发现关税根本就不是总统全责嘛，他不能自己课了关税之后，然后呢又要去跟那个法官讲说，我跟你讲啊，如果不课关税的话，美国经济会造成很严重的问题。那你应该要去说服国会，让你的国会支持你去课关税。但你的国会支持吗？你的人民支持吗？现在看起来。答案是否定的，所以一切都慢慢会有利多，大家不要太担心，好不好？晚了，大家早点睡吧，没事了，好不好？今天临时直播是因为我知道大家会很担心，
好不好？那大家就不要太担心了，早点睡，早点睡，丹尼早点睡，世雄早点睡，G 不是 idol，G 好菜，早点睡。对啊，说不定政府明天就重启，下个星期就反弹了。我欣赏你，我欣赏你，下星期就给它反弹了，跌下来就给它用力给它买，反弹无力要卖再来卖，大家加油，好不好？我们直播就到这边，我也累了，明天还要周末抢先报，因为我觉得既然跟大家讲好要做下去，因为有些我知道现在很多老师也有在做周末，因为被我的影响，然后很多人都在做周末，然后呢，我觉得我不会想说那是加班，我觉得我就尽量想说我做下去，既然当初决定要做下去，我就继续做下去。今天晚上有直播，明天也会继续做下去，好不好？那总之大家加油，我们明天见，好不好？今天先这样，大家不要想太多，早点睡吧，好不好？大家明天见喽，晚安喽，晚安了，我要走喽，拜拜，拜拜，大家拜拜，晚安。